各位月活晚年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陆仁安。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贴近生活的话题，闲谈。人老了，喜欢聚在一起聊聊天，这本是晚年的一大乐事。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有时候跟某些人聊完天，心里不但没觉得舒畅，反而像堵了块石头，沉甸甸的。您可能还琢磨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。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您的问题，而是对方的话有问题。我常提醒大家，咱们这辈子识人比识字难，听话比听话音更难。有些人表面上客客气气，说话柔声细语，可您细品，总觉得他那话里有话。您要知道，越是有算计的人，他越不会跟您明着来，他偏就爱说那些听起来平常无奇，却能像小虫子一样悄悄钻进您心里，挠得您心神不宁的话。这人心里的善与恶，都藏在他那看似随口一说的话里头了。老话说言为心声，一个人嘴里说什么，就是他心里想什么最真实的倒影。他心里装着阳光，说出的话就暖和；他心里要是堆着阴影，那话里话外就难免带着股算计。所以今天陆仁安就想跟各位朋友聊聊，为什么那些内心比较阴险、喜欢算计的人，最爱在闲聊时说这么5种话。咱们聊这个不是为了让大家去猜疑谁、疏远谁，而是为了帮大家看清一些人性的规律，更好的保护自己。我常讲，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认字读书，也不是做学问，而是识人。认字容易，认人难；做人容易，看人难。多少人啊，一辈子的跟头不是栽在能力不够上，而是栽在看错了人、信错了人、敬错了人、跟错了人上。你以为他对您笑就是友善，你以为他热情就是真心，你以为他说几句提几话就是把您当知心朋友，可现实往往是真正伤人的，从来不是迎面而来的明刀明枪，而是那些裹着糖衣，听起来温柔体贴，实际上却暗藏危险的语言软刀子。越是心里有算计的人，他越不会对您发火动怒，因为他知道一发火自己的本性就容易暴露。他也越不会跟您起正面冲突，因为一冲突您就对他有了戒心。他更不会直接给您摆脸色看，因为那样您可能就疏远他了。他们最厉害的功夫就是那一张嘴，用一句一句听着无害，甚至是为您好的话，像滴水穿石一样慢慢渗透到您的心里头，让您慢慢失去自己的判断力，让您不知不觉对他产生依赖，甚至心甘情愿的把心里话都掏给他。可他呢，却可能随时准备好在关键的时候推您一把，让您防不胜防。易经里讲一阴一阳之谓道，这人心啊也是如此，正和邪，善和恶，光明和黑暗本来就是同时存在的。一个人内心越是不够敞亮，他就越喜欢用表面漂亮的语言来遮掩内里的那些小九九。您看一个人总爱说什么样的话，大概就能知道他心里装的啥。如果一个人满口都是悲观抱怨，他内心恐怕很难见到阳光。如果一个人常常拐弯抹角地指责别人，他心里必定是不安稳的。如果一个人嘴上说关心您，实际做的事说的话却总让您吃亏，那他的心里头装的绝不是真正的善良。语言就是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那面镜子。今天陆仁安要跟大家细说的就是那些内心喜欢算计、不够阳光的人最爱说的5种话。大家听完心里有个数，不是为了从此远离人群，而是为了增长咱们晚年的智慧，在复杂的人际交往里不迷失方向，让自己能够过得更安稳、更自在、更平和。这里一种内心阴险、能量比较负面的人最喜欢聊的就是那种表面上看是悲观、消极，实际上是在悄悄扰乱您心神的话。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一开口唉声叹气，张嘴就是生活多苦，命运多舛，一遇到点事儿，想也不想就先说不行，没希望，做不了。他们自己可能觉得我就是心情不好，发发牢骚，但实际上他们这是在向外散发一种很重的负面能量。您跟他接触久了，就像靠近一个不断散发着寒气的源头，很容易就被带着一起往下沉。因为情绪这东西它是会传染的，能量也是会互相影响的。易经讲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您跟什么样的人待得久了，不知不觉就会变得有点像他。您跟积极乐观的人在一起，会觉得自己也有劲头了。您跟懒懒散散的人在一起，慢慢自己也提不起精神。您跟这种总爱算计、心里阴暗的人在一起，难免会变得患得患失，心里老是不踏实。您要是总跟悲观的人在一起，他心头的那片阴影迟早也会飘到您的生活里。可怕的不是他自己悲观，而是他把悲观当成了一种习惯，当成了一种情绪的出口，甚至当成了一种影响别人、拉别人一起下水的武器。我记得之前有位老哥跟我聊天，他说他有个老同事，看起来挺温和，从来不跟人红脸，但奇怪的是，每次跟这位同事聊完天，自己心情就会莫名其妙的变差，
比如早上在公园碰见，对方上来就是一句，哎，又熬过一天，跟去上坟的心情似的，好吗？一早上的好兴致立马减了一半。下午遛蛙碰见，准备回家吃饭了，对方又来一句，这一天天的干啥啥不顺，得，原本放松的心情又给压上了一块石头。你以为这是巧合吗？其实不是，这就是他的语言在向外传递负能量，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别人的情绪负担。时间一长，你会发现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压抑、焦虑，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活得太没意思了。可那个同事自己呢？他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因为他早就深陷在这种消极的思维模式里了，不仅自己走不出来，还下意识地把别人也往下拖。这类人啊，他心里不单单是悲观，更深的地方可能藏着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任，对生活的不接纳，对自己的人生不愿意承担责任。易经说天地不言，以事实行，万物生。天地大自然从不抱怨，但人一旦开始抱怨，能量就开始往下坠。他们越抱怨，自己就越困在苦里，自己越痛苦，就越喜欢找人倒苦水。他们最爱说的就是那些让您觉得人生灰暗、未来渺茫、努力全是白费劲的话。您可得留神这样的人，如果他内心还带有算计，他会刻意用这种悲观来影响您，就像慢慢往您心里吹冷风，让您失去对美好生活的信心。一旦您被他的情绪影响，他那种阴暗的心思就能占上风，您的判断力和独立性就会被他一点点的侵蚀掉。这第二种人呢，内心阴险，最喜欢聊那种表面上是关心您、为您好，背地里却处处议论您、算计您的话。大家琢磨琢磨，是不是遇到过这种人？当面夸您，说您人真好，真能干，人前显得特别支持您，帮您说话，可一转身到了别人那儿，就开始说您的不是了，跟您合作个什么事，他嘴上说着咱们一起努力，功劳是大家的，结果到了领导或者别的朋友面前，话就变成了这事儿啊，主要靠我张罗，他也就是搭把手，您请他帮个忙，他拍着胸脯说咱俩这关系没说的。可等您真有事拜托他，他又找各种理由推脱，言外之意是关系没那么熟吧。这样的人看起来特别会说话，特别懂人情世故，实际上呢，他的语言是表面裹着蜂蜜，里头藏着软刀子，他说出来的不是普通的话，是刀，只是刀身上涂了层糖，您当时听着甜，等过后回过味来，才发现伤口已经在渗血了。咱们看《红楼梦》里的王熙凤，那就是个典型，话说的比谁都漂亮热闹，事做的比谁都狠绝。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那种把不满意挂在脸上直接跟您呛声的人，而是这种笑脸相迎，热情洋溢，可那笑脸底下藏着算计，热情里面裹着阴影的人。越是内心阴险的人，越喜欢通过这种好话来控制局面，让别人放下对他的防备，让别人误以为他是自己人，是站在您这边的。可事实上，他在您背后走的每一步棋，可能都不是为了您好，而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利益，完成他自己的计划，达到他自己的目的。这类人最爱聊的就是那种让您听了心里感激，却又在不知不觉中受了伤，让您以为他是真心对您好，却没发现自己正被他牵着鼻子走的话。我听过一个事，说有个挺实在的阿姨，在社区活动里特别热心，人很真诚。有一次，她和几个老姐妹一起负责操办一个社区联欢会，办得非常成功。那个平时跟她最热络的姐妹当面拉着她的手说，这次能办得这么好，全是大家伙的功劳，尤其是大姐你最辛苦，功劳最大。阿姨听了，心里那叫一个暖和，觉得这姐妹真贴心。可后来无意中才知道，这个姐妹转头就跟社区负责人说，整个活动都是她在主导，在操心，那个阿姨就是跟着跑跑腿，没多大贡献。您看，这样的人嘴上说的每一句都像是给您披上一件暖和的外衣，可那外衣的每一根线可能都是为了束缚您而准备的。一旦您真把他当成了知己，把心里话都跟他讲了，他就能在关键时刻让您摔个意想不到的跟头。易经里讲君子慎独，意思是真正善良正直的人，即便是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，也能保持良善。而这种阴险的人呢，是在人前专讲漂亮话，背过身去做的，却尽是些伤人的事。您之所以听不出问题，是因为他把语言包装得太精巧了，但语言包装得再好，也掩盖不住内里真实的心肠。如果一个人表面总是关心您，可您的实际感受却是常常因为他而吃亏难受，表面总是称赞您，背后却老拆您的台，那您就必须明白了，他说的每一句好话可能都不是为了您，终究都是为了他自己。咱们再说的三种内心阴险的人，还特别喜欢聊那种看起来挺高雅挺有品味，实际上带着极度偏执，只准自己对不准别人错的话。他们总爱用自己的喜好去否定别人的选择，用自己的角度去评判别人的价值。他们对自己喜欢的东西赞不绝口，
对别人喜欢的东西就处处看不上，话里话外透着鄙夷。他们好像从不认为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，只坚信自己的那一套标准才是唯一正确的。他们说的话听起来好像是在讲道理、谈修养，其实是在用自己那份偏执去压制别人、否定别人、影响别人。他们的目的是让别人感到自惭形秽，失去自信，然后退缩。而他呢，则从中获得一种隐藏的操控他人的满足感。我听过一个年轻人的分享，他说他有个朋友自称品味极高，爱谈古典文化，欣赏字画古玩，看起来很有修养。有一次两人一起去文化市场，那位朋友买了不少笔墨纸砚，还极力劝他也买一套。年轻人说自己平时不练字，用不上，结果那位朋友当场就说他俗气，不懂风雅。后来两人因为一件小事意见不合，那位朋友竟然搬出各种大道理，引经据典的来否定他，让他当场下不来台，十分难堪。您看，这类人最爱聊的就是那种我这样才叫高雅，你那样就是庸俗的话，表面上是追求高标准、高品位，内里是用偏执来打压别人，让别人顺从他、认可他，在他面前矮一头。这其实也是一种阴险，只不过披上了一层文化修养的外衣罢了。真正有修养的人懂得尊重差异，从不强迫别人和自己一样。真正懂文化的人心怀包容，能欣赏不同的美。真正有智慧的人明白，这世上哪有统一不变的标准呢？只有不同的生命，不同的活法。道德经里讲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。偏执的人啊，不懂水的智慧，他们只懂得用话语去争个高低，去否定别人，来证明自己赢了。他们内心不够宽广，容不下别人，需要通过不断的否定别人，才能找到自己那点可怜的存在感。您要是被这种人影响久了，自己也会变得焦虑、敏感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喜好和判断。您还以为他是在提升您的品味呢，其实他是在侵蚀您的信心，让您在他的语言框架里慢慢失去独立判断的能力。这第四种啊，内心阴险的人最喜欢聊那些教人占小便宜，只图眼前利益，却把自己的行为包装得理直气壮、天经地义的话。他们的话里充满了算计，充满了小精明，充满了那种让您乍一听觉得没啥，仔细一想心里又不舒服的细节。他们会告诉您有便宜不占是傻瓜，会暗示您这事儿没人知道，怕啥。他们会把占点小便宜说成是聪明，会过日子，把不吃亏吹嘘成有本事。我常讲，真正的聪明是既能看清利益所在，也能牢牢守住道义的底线。真正的智慧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进去，什么时候必须停下，什么便宜绝对不能贪。一个人如果为了点小利就去损害别人，为了自己方便就去破坏规则，看起来是占了便宜，其实失去的是自己更宝贵的品格、气度和未来的福分。您看，这一类人的话最有迷惑性，听着轻松俏皮，好像很会过日子，却能让人渐渐麻木，失去对品格的坚持。古人说，利可共，义难同。一个人如果能和您分享利益，却不能和您共同坚守道义，那这人绝对靠不住。阴险的人只顾自己的利益，却总爱拉着您聊什么机会、技巧、聪明。他们的话里藏着心术，他们的态度里带着算计。他们的话说得越轻松随意，您的警惕心就越应该提起来。最后，这第五种，内心阴险的人最爱说的是那种听起来满是道理，实际上极端偏激，完全不容许别人有不同想法的语言。这类人说话有个特点，总喜欢强调自己的观点才是绝对真理，别人的想法都是错的、低级的、上不了台面的。他们说话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交流沟通，而是为了控制。我常说，阴险的语言往往不是大喊大叫出来的，而是藏在那些最平常、最不经意的字句里。您要是总和这种偏执的人待在一起，久了就会发现自己变得小心翼翼，精神紧绷，越来越不敢表达真实的想法。越是内心阴险的人，越喜欢用语言来塑造、操控别人的情绪，让别人不敢发声，让别人总觉得自己是错的，让别人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他。你要是自己不觉醒、不警惕，就真的会被他牵着鼻子走，不知不觉就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和主见。总而言之啊，语言就像是一个人内心的地图，一个人习惯说什么样的话，他的人生就容易走上什么样的路。总说悲观话的人容易把您带向灰暗，表里不一的人容易把您引入人际关系的险境，总琢磨占便宜的人容易让您偏离德行，极端偏执的人则会把您带向思维的狭窄胡同。一句话说好了能温暖人、启发人，说歪了也能伤人于无形，毁掉一个人的信心。我常讲，人生的道理啊，不是光讲给别人听的，首先是用来照亮自己内心的。我们听别人说话，就是在观察他的心，同时也在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，保持定力，不要被别人那些或明或暗的语言牵着走。易经里说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
这个自强不是空喊口号，而是在复杂的环境里，尤其是在复杂的人心面前，能够保持自己内心的那份清明透亮，不被别人心里的那些阴影和算计给吞没了。人心隔肚皮，最难测量，但语言恰恰是最容易暴露一个人内在的窗口。那些内心越是不够光明，喜欢算计的人，越善于把自己的情绪、欲望、偏执和利益心都巧妙地藏在一句句听起来无害甚至动听的话里。咱们能听懂一个人常说的话，大概就能看懂他的心，看懂了他的心，也就能预见他为人处事的走向。同时更重要的是，咱们能更好地保护好自己的生活道路。咱们老年人啊，经历了一辈子，见过的人多了，生活里有太多人，他们的面孔可以伪装，他们的行为可以一时掩饰，可是他们习惯说的话，那种语言里透出的气息，永远骗不过有心人、明白人。如果一个人的言语总是透着阴冷，那他的心很难是正的。如果一个人说话前后不一，变来变去，那他的心很难是诚的。如果一个人言语总是偏激极端，那他的心很难是稳的。我常跟朋友们讲，咱们晚年最大的智慧，不是变得多能说会道，而是要学会听，会判断，会观察。听一个人说话，不是听他讲的多么天花乱坠，多么动听，而是要听他话语背后的动机，感受他说话时的语气、态度，体察他传递出的情绪，琢磨他话里的逻辑。那些内心阴险的人说话，最喜欢绕弯子，让您听着舒服受用，却让您在不知不觉中做着吃亏的事，让您总觉得好像欠了他点什么，他却从不会真正为您承担什么，让您觉得他是您最坚实的依靠，他却可能在暗中一点点削弱您自己的力量。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用语言制造出这样一种完美的假象。我聊这些绝不是让大家去怀疑整个世界，把每个人都当成坏人，恰恰是希望咱们能更明白世道人心的规律，看清人性的复杂和多面，懂得语言背后所蕴含的力量。很多人一辈子不断吃亏受伤，就是因为太容易相信别人，把别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当成金科玉律，以为别人说好话就是真善良，别人说重话就是真性情。其实啊，真不是这样。一个人的语言只是他内心状态的一种反射，咱们若是能看懂这种反射，也就基本看懂了这个人。回过头来，咱们总结一下阴险的人最爱聊的这5种话，他们看似简单普通，实则都暗含着深意。第一种是让您变得悲观消极，失去生活动力的话；第二种是甜言蜜语背后藏着算计，让您放下戒心，失去主动权的话；第三种是用偏执极端来否定您，让您怀疑自己，不敢坚持自我的话；第四种是把占小便宜合理化，让您模糊底线，不知不觉卷入是非的话；第五种是听起来全是道理，实则为了削弱您的力量，让您处处妥协让步的话。越是内心阴险的人，越深谙此道，所以他们一般不跟您吵架，不跟您起正面冲突，甚至很少对您发火。他们最拿手的本事，就是用语言像温水煮青蛙一样，慢慢渗透您的心，让您觉得他是难得的朋友，让您觉得他特别可靠，让您觉得他事事都在为您着想。可实际上，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可能最终指向的都是他自己的利益，是为了让您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人生棋盘上的一颗棋子。所以说，咱们的社会越是丰富多彩，人际关系越是复杂，咱们老年人就越要懂得语言的力量，学会听的智慧。一个人说话如果带着光，您靠近他就会觉得温暖有希望；一个人说话如果透着阴，您靠近他就会觉得压抑不安；一个人说话里存着善，您靠近他会觉得自己也想变得更好；一个人说话里要是含着毒，您靠近他久了，自己的精神都可能会慢慢枯萎。古语有云，言出如风，风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一句话的力量就像风一样，能推动船只前行，也能让船只倾覆。一句话能影响人的心境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命运的走向。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和关系，往往就是从一句话开始的，是靠近还是远离，是深交还是浅谈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咱们能不能听懂对方话里的真实意味。真正的晚年修行，不是要咱们脱离社会，躲进小楼，而是要在复杂纷扰的世界里，稳稳地守住自己的本心。修养的提升，不是让咱们说话声音更大，而是让咱们的内心更加清醒明澈。有文化，不是能背诵多少典故，而是能在关键的生活时刻做出符合道义、忠于内心的正确选择。一个注重修心的人，不会害怕生活中的风雨，怕的是自己在风雨中迷失了方向；不会害怕遇到内心阴险的人，怕的是自己一时糊涂，看不清楚。一旦咱们看懂了，听惯了那些阴险的人最爱聊的这5种话，咱们自然就懂了该如何保持适当的距离，懂了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情感和心灵，懂了该如何用自己内心那善意的光，稳稳地照亮属于咱们自己的晚年道路。
人生短暂，尤其是到了咱们这个年纪，时光更是宝贵，咱们要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值得交往的人身上。如果不幸遇到了那些总说悲观话、表里不一的人，咱们要记得，这绝不是咱们自己不好，不够优秀，只是他们的那种阴暗、那种算计和咱们内心追求的光明、平和、坦荡根本就不是一路的。愿咱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在岁月的积淀中练就一双能听懂人心、看懂语言的慧眼，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一份可贵的清明，在人性的种种考验面前守住咱善良的初心，在生活的起起落落中始终做一个内心有光、温暖自己也温暖他人的快乐老人。人活这一世，最难的不是走路干活，也不是处理具体的事情，而是看懂人心。表面的东西人人都能看见，可内心的曲折阴影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分辨。越是内心阴险、喜欢算计的人，越不会轻易让您看到他的真面目。他不会大吵大闹，更不会明着跟您作对。他最习惯的是把自己隐藏起来，扮演一个似是而非、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角色，让您觉得他安全，让您放松警惕，然后悄悄的、一点点的影响您的情绪，干扰您的判断，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您生活的走向。我经常说，一个人的阴险通常不是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暴露出来的，恰恰是在日常相处的细微末节里慢慢显露出来的。他的目的不是直接攻击您，而是先试探您的反应和底线；不是直接否定您，而是绕个弯子引导您走向他预设的方向；不是正面和您冲突，而是绕着圈子让您自己陷入某种困境。很多人以为阴险就是恶毒，就是满脸凶相，其实不然。真正的阴险是让您觉得他毫无威胁，让您觉得他温和可亲，让您觉得他特别懂您、体贴您，然后在最关键的时刻让您毫无防备、无处可逃。易经里讲，君子以厚德载物，小人以力动心。君子看重的是德行，用厚德去承载万物。小人呢，心里只装着利益，一举一动都被利益驱动。君子说话是为了让人心安，让人明理，小人说话是为了让人心思动摇，为他所用。内心越是阴险的人，越擅长利用语言、表情、态度这些看似平常的东西，让别人不知不觉进入他的节奏，让别人以为是自己在做选择，其实每一步都早已被他暗中牵引。阴险的人心里最怕的其实不是别人多么强大，而是别人始终保持清醒。他的语言、行为、态度之所以要弄得那么曲折阴暗，就是为了在您周围制造一层迷雾，让您看不清真实的状况。您越是糊涂，他就越安全；您越是依赖他，他就越能掌控局面；您越是在意他说的每一句话，他就越能左右您的决定。阴险的人最擅长的本事其实是观察。别人看事情，他看的是人心；别人看行为，他看的是动机；别人看表面，他专门寻找漏洞。他不会在那些眼光犀利、内心强大的人面前耍弄心机，因为他知道没用；他也不会在那些头脑始终清醒的人面前轻易露出马脚，因为他知道会立刻被识破。他最喜欢接近的就是那种心地特别善良、看人看事比较单纯、防备心不强、容易相信别人的朋友。您要是热心肠、爱帮人，他可能会说您爱管闲事、吃力不讨好；您要是喜欢安静、不多言，他可能会暗示别人您是不是心里有事，躲躲闪闪。他不会直接攻击您的行为，而是攻击支撑您行为的那些信念和品质，让您觉得自己这样做是不是真的不好，让您觉得自己需要依靠他的判断来行事。古人讲观察人心有三重境界，其一在言，其二在色，其三在微动。意思是一看他说什么话，二看他脸上的神色，三看他细微的小动作。阴险的人最懂得控制自己的神色和大的动作，但那些细微之处往往还是会露出端倪。他会在您兴高采烈分享喜悦时，适时的轻轻的泼一点冷水，让您觉得这喜事似乎也没那么圆满。他会在您难过沮丧时，好心的添上几句悲观的推测，让您觉得事情可能比您想的更糟糕。他会在您有机会尝试新事物时，装作过来人提醒您各种风险，让您变得犹豫不前。有意思的是，阴险的人往往还很会伪装成受害者，他们在人前可能会表现得像个弱者，显得很无助、很委屈，从而激发别人的同情心，让别人觉得他们可怜，需要帮助和保护。可实际上，他们是在利用这种弱者形象来博取同情，利用同情来换取信任，再利用这份信任去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，可能是好处，也可能是某种地位。您要是对他好，他会让您觉得如果不继续帮他，就是冷酷无情。易经里有一个卦叫明夷，卦象是光明常入地中，它的启示是在黑暗或复杂的环境中，真正的聪明智慧是把自己的光芒藏在心里，坚守正道，而不是到处炫耀，更不是让那些心术不正的人看清您的底牌。所以
面对那些内心可能比较阴险的人，最好的策略往往不是去跟他争论，跟他闹翻，跟他辩解。对付这样的人，最好的方式其实是保持沉着，保持适当的距离，看清自己的方向，走稳自己的路。他越想用语言牵动您的情绪，您越要稳住心神；他越想影响您的判断，您越要保持头脑清醒；他越想用复杂的信息迷惑您，您越要把问题简单化，回到最基本的道理和感受上来。心术不正的人，最怕的就是您不跟他争，不跟他急，完全不受他那些话语的影响。您越是平静如水，他可能就越焦躁不安；您越是稳重如山，他可能就越觉得无从下手。您心里越是清楚明白，他就越无法靠近您，影响您。阴险的人往往是依靠制造或利用混乱来生存和得利的，他最不希望的就是您心里有一片清明的光，因为光能照亮黑暗，能让他那些藏着掖着的心思无所遁形。您内心的光越亮，他就越无法对您下手；您的心境越稳，他就越找不到机会。您对人和事看得越清楚，他就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算计您。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修身是排在第一位的。修身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获得赞美，而是为了在复杂的人性丛林里不迷失自己的本心。齐家也不是为了面子上好看，而是为了让家庭成为您最温暖最可靠的避风港。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，治国平天下可能远了点，但修身齐家的道理是相通的，就是要在自己的世界里建立一种清明的秩序和安宁。面对那些可能内心阴险的人，咱们晚年最重要的修行就是守好自己心里的那份清明，不轻易被别人引入情绪的阴暗角落，不让他人的阴险算计击垮咱们与生俱来的善意。善良从来都不是弱点，它是一种更深层的力量。清醒也不是冷漠，它是一种更高级的智慧。咱们如果能既保有善良的初心，又具备清醒的头脑，就能在保护好自己不伤害自己的前提下，去更好地理解他人，甚至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帮助他人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美好的状态是互相成就，彼此温暖。阴险的人存在于生活中，从某种角度说也是对咱们的一种提醒，提醒咱们不要太过天真，把所有人都想得太好，也提醒咱们不要太过急躁，遇到事情要沉得住气。咱们得学会分辨，学会观察，学会在交往中保持适当的健康的界限。人生的路走到咱们这个阶段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了，每一步终究还是要靠咱们自己走得踏实。如果咱们有幸遇到善良真诚的朋友，那是咱们晚年的福气，要好好珍惜。如果不幸遇到了内心阴险喜欢算计的人，那也不必过于烦恼，就把它当作生活给咱们上了一堂关于人性的课。最后，路人安衷心祝愿越活晚年的每一位朋友，走在人生路上，既能看清世界的真实模样，也不放弃内心那份宝贵的善念，既能识破某些人的阴险算计，也不因此而生出怨恨，消耗自己的美好时光。愿您的心中永远有定力，不被任何人的言语轻易操控，不被任何阴暗所侵蚀。我是路人安，我们下期再见。